远程火箭炮被誉为炮中之魂，具有射程远、反应速度快、精度高、成本低廉等特点，可用来攻击敌方的军事基地、集群装甲部队、导弹发射阵地、机场、港口、交通枢纽、政治经济中心、工业基地等。中国的远程火箭炮可以说是独步天下，最远射程曾高达480公里。刚成立的时候，这个本来是我的感觉是不看好的。首先，我感觉这个女兵首先干我们的活干不了，也没有什么力气，我感觉。昨天晚上好多人就1、2点睡不着。一直以来，驾驭这种复杂武器系统似乎是男兵的特权。然而，在西北戈壁大漠，新疆军区女子远火战炮班的女兵们却不以为然。早上6点，喀拉昆仑高原依旧夜色朦胧，这群姑娘紧急集合，发动数十吨的战车，吊装弹药，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将首次进行实弹射击训练。平均年龄不到22岁，这群女兵是否能够成功，在短时间内把20多公斤重的固弹架卸下再装上，这对于女兵的体力、臂力都是极大的考验。女兵班刚刚成立时，很多人并不看好她们，因为这群姑娘之前基本上都是化务兵，毫无任何的炮兵专业知识基础，但是她们却不服输，体能对于女兵来说一直都不是优势。为了缩小力量差距，女兵们狠招百出，俯卧撑、仰卧起坐、蛇形跑，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，训练场上都少不了这群年轻姑娘的身影。体能上去了，理论知识也不能落下。这群大学生女兵刻苦钻研，虚心求教，在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里，她们便熟练掌握了火控系统、火炮发射、卫星定位等专业知识。放在屋里的矿泉水早上都是冻成冰块的，化不开。刚上来那耳朵都冻得化脓了，这个耳朵也冻烂了。2020年，全旅整建制赴高原驻训，唯独留下了女兵班。任彤带领女兵递交了4次请战书，然而都被拒绝了。高原环境下低温缺氧，女子战炮班要在这里展开远火发射，上级一直都是存在顾虑的。新兵第一次赴高原参加驻训工作，对身体和意志力都是极大的考验。到最艰苦的高原边关锻炼，到海拔最高的雪域高原驻训，我认为女兵也是战斗员。我5次写下请战书、决心书，终于得到这一次宝贵的机会。虽然缺氧的感觉让人很难受，但是我更荣幸能够来到海拔这么高的地方驻训。我坚信我们一定会适应高原，扎根边关。直到2021年3月递交了第5次请战书之后，女兵班终于成功上了高原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我就还专门从后窗里边看那个炮弹从管子里出去，然后一股热浪真的是隔着窗户也向我的迎面而来，就真的感觉到炮弹出膛的威力。一枚枚实弹，地箭班直刺蓝天，女子战炮班精准命中目标，完成了他们上高原以来的首次实弹演训。刚开始训练的时候，就是专门那一天下来，真的是专门拆固弹架、装固弹架，不停的来，然后还在高原上动一下就喘得很厉害。然后有时候我站哨的时候，我还会拿着石头举，就拿那个大石头，然后在那举1、2，然后经过那个强化训练之后，就感觉固弹夹好像也没那么重了。我们这个女兵班长是个比较要强的人，每次训练我们组织这个小比武、小竞赛的时候，当他比男兵差，或者说水平10前不如男兵的时候，你一定能看到当天中午别人在休息，他们在加班训练。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压力还是挺大的，因为女兵总体来说
身高、体力各方面跟男兵比，差距还是挺大的。但是当成绩报出来那一刻，我就觉得男兵能干的，我们也能干，大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。他们不畏高原高寒、低压低氧，和男兵一样，摸爬滚打，苦练技能。这群女兵的突出表现，激励着全女官兵持续保持坚守雪域高原的战斗豪情。据了解，除了中国之外，其他国家完全由女子组成的远程火箭炮班组几乎寥寥无几，就连美国和俄罗斯也是男女混编。中国的女子远程火箭炮连队至少有10支，这在世界上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想象的。古有花木兰参军报国，今有女子远火部队镇守西北边疆，她们才是又美又飒的巾帼英雄。